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富雄委员、吴征发言人、张志豪议员、费鸿泰委员、钟培军议员、李博议员。好，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继续打，现在其实已经天寒地冻了，现在那边已经很冷了，很冷哦。然后呢，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持续推进。他说他把这个库皮扬斯克市呢又拿回来了，哦，之前拿回来被拿回去，又拿回来了，哦，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这俄罗斯在这里。乌克兰、白俄罗斯啊，克里米亚在这里啊，然后库皮扬克斯在这里啊，他最后把它拿回来了啊。那另外呢，俄国发叫 KH-101飞弹非常精准，钻入乌克兰的高楼，一下打死25个人。这飞弹看到没有？打进来啊，瞄准了。那另外呢，美国说已经拟好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停战计划，要乌克兰割地、裁军啊。那因为现在乌克兰发生了贪污丑闻，核电厂有这个高层拿了将近1亿美金的这些贪污的钱啊。其实乌克兰贪污一直在啦，之前不是也换了他那个什么国防部长、参谋组长，是美国国会议员在问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援助的钱到底去哪里了？啊，那为什么这现在又爆出来？有的时候也是要斗垮先斗臭嘛。哦，现在就要把你泽伦斯基打垮，把你乌克兰叫你签合约，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你们这些贪污贪成这样子，还继续给你钱吗？事实上，以前给钱的是拜登，川普也没给钱。川普叫欧盟给钱，欧洲给钱，他卖武器哦。那说泽伦斯基也没得选了哦。说呢，这个美俄有一个28点计划哦，中间乌克兰没有角色哦，所以呢，到底这28点计划那会怎样啊？那所以泽伦斯基已经收到了哦，泽伦斯基收到了。然后呢，泽伦斯基说我愿意谈，但是呢，提议必须要公正。白宫说你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泽伦斯基昨天晚上才发表谈话，说他不愿意这个割让土地哈。但今天传出他的顾问，泽伦斯基顾问点头了，割地求和哦。所以呢，这个到底内容怎样？泽伦斯基会不会同意？说泽伦斯基收到了，预计跟川普通话通过电话啊。那感恩节27号就感恩节了，所以美国要逼他的感恩节之前就要签字哦，这么急哦。那28点计划对俄罗斯的好处，全面解除西方对他的制裁，归还2000亿欧元2/3被冻结的央行资产还给俄罗斯，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变成 G8， 然后呢，俄罗斯获得顿巴斯全境，包括顿涅茨克跟卢甘斯克的主权，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哦。那另外呢，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然后呢，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重启，发电量一半给乌克兰，一半卖给俄罗斯。坏处对俄罗斯是，俄罗斯未来如果再犯这些条件，统统收回，继续制裁。而且呢，俄罗斯必须要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或其他欧洲的国家哦，而且要俄罗斯自己定一个国内法，确认不是国际法，国内你自己定个法律，你不可以再去攻击这些国家了。对乌克兰的好处是，这个北约这个给他某种安全保证。然后加速他入欧盟，不能入北约，但是可以入欧盟。但是北约会籍被彻底排除了。然后呢，给他1000亿欧元的重建基金，但是一半利润然后给美国。坏处是兵力上限60万人，20%的领土失去了。打到长城飞弹，这个莫斯科或是这个圣彼得堡不能有这样的飞弹。最精锐的部队要解除，美国不向他提供任何的武器。英国的战机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本土啊，北约部队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得住在乌克兰领土，这是坏处啊。我们看一下，俄罗斯加大冬季的进攻，最近还宣称重夺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俄罗斯总统普京换穿迷彩服，在神秘地点聆听战况，中间还叮咛起这件事。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не име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ложить оружие и сдаться в плен, имея в виду то положение, в котором они. 普京一边提醒要给乌军投降机会，一边却对北约国家做出小动作。A deadly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on western Ukraine, causing NATO to deploy jets, a Russian spy ship in British waters, a Polish rail track funneling aid to Ukraine attacked. 从无人机骚扰、破坏铁轨到间谍船攻势，摆明测试北约的底线。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还是急着让俄乌和谈。
But the president supports this plan. It's a good plan for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再抛出全新的28点和平计划。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从消息人士掌握的内容，计划中除了签署互不侵犯协议，乌克兰也不能加入北约，同时又要割让领土给俄罗斯，美国则提供安全保证。光听到这些，已经有乌克兰议员超级火大，认为新版的计划跟先前没有太大差别。欧盟方面也重申，任何谈判都需要乌克兰和欧洲人共同参与，否则不会轻易接受。老沈怎么看？主持人，我预测啊，大概很快的，在不久的未来，俄乌就会停火。那在还没有停火之前呢，俄国当然能打就打，这一寸山河一寸血也要打，因为打下来的将来停火以后就是他的，都是我的领土。现在打得越快，拿得越多，越合算。那我们先回来讲泽连斯基，我觉得泽连斯基开始的时候是英雄。那现在是有一点狗熊，那我劝他就见不好也要收，讲难听一点就投降。为什么？因为他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过见好即收，见好即收没有发生过。那现在是见不好也要收，为什么？因为未来会更坏，未来只有更坏，不会比现在更好。那我觉得乌克兰人民是很英勇的，到现在我觉得乌克兰的战士在前线投降的、逃亡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概不多。所以就算这是投降，我觉得乌克兰人民的英勇，我觉得不能被人家任何污蔑或者是把它降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泽连斯基自己的政府贪污那么难听，所以你说你是狗熊，而且你取其不定，你真的是挨打。那你背后最大的这个挺你的人，美国有真心挺你吗？你看俄国要打败乌克兰，这个决心是不是很明显？很明显啊。那俄国有没有信心说我一定会打败乌克兰？会啊，对不对？但是我这边是只有乌克兰在打吗？你美国从来，川普有过说我要打败普丁，有吗？我认为没有。那这个欧盟就更不用讲了。欧盟就是离行离德，有口无心，有心没有行动。所以欧盟其实就不用讲，欧盟有过想要打败普丁或者是俄罗斯的心吗？我觉得绝对没有。那你这边两个背后撑腰的没有打胜仗的决心，那你一个破破烂烂的政权，带着一群英勇的士兵打到现在死那么多人这个值得吗？所以见不好也要收，就投降吧。好吧，这个双方都死了几百万人哈。乌克兰原来4000多万，现在只剩下2000多万，1000多万都逃亡到欧洲，到其他国家去了旁边哈。那美国的高官讲明白了，川普不认为帮乌克兰拿回被俄罗斯占据的土地是川普的责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打丢了，还叫我帮你收回领土啊哈。那另外呢，说乌克兰跟欧洲现在很恼火。被当路人甲，因为这28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谈了，然后呢，欧洲也不能把你拉进来，乌克兰没有叫你来参与，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但生气又怎么办呢？来，吴征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变化了，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一些各国的领袖，法国总统、英国的首相等等，不是到白宫吗？跟川普一起联合的下来座谈，好像有一个集体安全的机制，那包含普丁跟川普也见面。可为什么现在后来到最后到现在谈不成？因为其实现在在俄乌战场上，整个战况的天平又开始倾斜。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俄罗斯进攻，当然说它传统武力强这个苏30等等这个乌克兰是没有办法跟它正面招架，所以后来乌克兰在不对称作战这方面，无人机什么很厉害。所以现在全世界要搞无人机新创、做无人机国防的公司，通通要把产品送到乌克兰战场去测试一下。乌克兰战场活了下来，你的产品才被认为有用。可是现在俄罗斯他们也进化了，他们进化了什么？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俄罗斯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就是也是跟有赖于科技的突破。他们把以前冷战时期库存的非常庞大，俄罗斯以前苏联时期一大堆这种没有导引功能的空投炸弹，500公斤的、1000公斤的、1.5吨的，他拿出来，就从这个库藏库里拿出来，然后上面装了很廉价的滑翔导引的机制，而且还抗干扰。那
这个每一枚炸弹，它只要加少少的成本，可能几万块钱而已，然后就变成一个它可以远距离空投下去以后就滑翔一路，可能50公里外投下去，然后就在你的防空范围之外，它就投过来，就精准导引，啪就炸。那以前冷战时期这一些炸弹本来是没有精准导引能力，现在加了少少加工，而且这个当量比什么我们精准的什么战斧飞弹当量都大太多了，1.5吨、3吨的。所以最近乌克兰的这个战线是被炸得苦不堪言。所以当然我们要看最后泽伦斯基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和谈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好，乌克兰屈服了，因为其实最现实就是现在俄乌战争，乌克兰快要撑不下去了。假如他们屈服了，那对普丁、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当然是，我就算中间付出这么多，我就算你说哇，我的核轰炸机，我的这些家底黑海舰队被打掉多少，最后我把俄罗斯国旗插到乌东上面，我就跟全世界宣告我赢了。所以我认为，假如最后真的往这个我们不乐见的方向发展，那其实对欧洲来说，是你的集体安全机制敲响一个巨大的警钟。你之前大家出来说，我给你钱，我给你武器，我的空军支援你，等，但是最后在俄罗斯面前，他还是给你硬干到底。所以接下来接下来欧洲要怎么样去集体进一步的强化你们防卫机制，不要被俄罗斯看扁，那可能是欧洲要面对一个很大难题。欧洲很麻烦，就是他自己也是一盘散沙了，这个里面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法国也想带头。德国都不一样哈。事实上，德国前总理梅克尔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清楚的反对啊。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要听嘛。好，但现在看得出来啊，你现在那原来本来乌克兰也要放弃加入北约的，是拜登找英国的代表呢去游说泽伦斯基说你要打，要继续，不能签啊。好了，然后拜登是支持的，拜登给很多钱拜登并没有不给泽伦斯基，给很多钱。但现在换了川普啊，那就不一样了，不给啊，所以问题是说，你这边看我们学的几个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战场不能在你这边了，战场在哪里倒霉，战场在加沙走廊，加沙人倒霉，战场在哪里倒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能都靠这些外国。他开始我就讲，那是当然没有人讲了，我就讲说美国我太了解了，美国人开始是很有劲、很热情的，但是他不能持久嘛。他公司都不能持久，他一个 CEO 只要这1年2年财报不好就滚蛋了，对不对？每季看每季的报表，每月看每月的报表，然后等他们1年2年3年，越战不看得出来吗？所以你现在打到3年多，乌克兰像老沈讲的，乌克兰的战士是蛮英勇的，这我蛮佩服的。在这种情况下打还是跟你坚持，但是问题是他靠自己不够嘛。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够，任何时候你只要靠我，不要靠别人，我靠我自己能力能不能打这个仗。如果我靠自己能力不能打仗，就要小心。你要靠别人，你看现在他们发表什么28点，然后都怪泽伦斯基。我想那时候共产党把大陆拿去，美国对国民党发白皮书，不是一样吗？美国这种事情干多了，越南不是这样干的吗？阿富汗不是这样干的吗？美国这种事干多了，开始很有劲儿，最后就虎头蛇尾。这就是美国人就是这样，不是只是对乌克兰，他对谁他都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不排除再有经济胁迫。他现在是留学生不要去了，观光客不要去了，渔产品不买你的，反正这些。但是呢，这个中国商务部警告日本说，你不要想一面赚我的钱，一面伤我的人。讲这话伤人啊。那另外呢，这个虽然中日关系紧张，但是日本10月的大陆出口还多了2.1%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日本一直希望高市早苗跟李强在南非见面 G20， 北京重申不见，请日方自重，我干嘛见你？不见。事实上，他们上次这个在南韩，习近平都跟高市见了面，那是高市刚当上首相哈。那好，美国讲话了，美国之前一直不讲话，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说，主动发言哦，美国对日本的防卫坚定，而且包括钓鱼台，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使用武力或威吓来改变现状的企图，包括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统统不可以那现在大家关心的上野动物园，2只大熊猫叫做小小跟蕾蕾，那明年2月就到期了，要还。
那本来说希望能不能延一下哈。那台北木栅动物园，老共大陆是送给台湾的熊猫，但是其他国家都是租的，而且很贵，而且生的小熊猫都是这个大陆的，还不是生的是你的，在你这边生，但是我的哦。那所以呢，因为大家很喜欢去看熊猫嘛，熊猫真的很可爱哦，熊猫而且胖胖的哦，看样子呆呆的，动作很灵活，我看它爬树，一下就爬上去了，怎么爬那么快哦？所以呢，这个我也到上野去看过，很多年以前，那时候第一次有熊猫去，到中午找了半天到了上野，就很热，因为中午夏天，熊猫躲在洞里不出来，看不到，一直嘎啷嘎啷出来啊，它也不出来啊。那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个熊猫，所以一年会损失60亿的商机了哦。那附近呢很多商店啊等等啊，饭店啊等等啊。那到日本的机票到日本机票54万件被取消了啊。中国国际航空宣布减班啊，日本航线减班。那高市说呢，我对于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我继续推进啊，我想法并没有改变啊。哦，其实一切都一样啊。哦，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中国不要那么生气吧。哦，那CNN说北京的背后有更深层的顾虑。对了，它有好几层顾虑了，比较浅的是大陆经济也不好，趁机让民怨有点出口。深的是说你高市，你才刚当，而且你自民党那么保守，你还跟一个维新会更保守的、更反中的组成联合政党。以前是公民党，公民党还比较温和，跟大陆比较好。现在维新会是比自民党还更反共、更反中。你们两个搞一起，又要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又要把那个非核什么3个条件要把它取消，将来还得了？我现在不压制你，等到你这个火苗变成大火以后，那还得了吗？对不对？而且你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美国有事，你只要把台湾问题整个把国际拉进来啊，那以后他说老共就觉得台湾是我国内的事啊，你要把它国际化，那国际化老共他们不愿意啊，所以趁机就要跟其他国家也看看，我杀鸡儆猴，你们看看哦，我这样对他哦，看一下。中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第一线生意马上受影响。像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持续发酵，餐厅预订量也出现下滑。好不容易盼来日本水产品解禁，结果不到半个月再卡关。日经225指数本周也创下自今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日方不能指望一边伤害感情，一边索取利益。口头上称立场未变，行动上却步步越线。中日关系亮红灯，原定24号在澳门登场的中日韩3方文化部长会议已确定延期。大陆外交部点名，全是因为高市早苗破坏合作基础。专家分析，大陆正向国内强化日本欺凌的叙事框架。If we allow China blatant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to go unchecked, that will have ripple effects on our Indo-Pacific alliances. 中日纷争延烧，美国国务院表态，强调美日同盟坚定不移。前白宫国安会中国副资深主任杜如松也表示，美国如果不力挺日本，就不会有其他国家愿意和台湾站在一起。好，这个老共说哦，日本不能一面赚我的钱，一面伤我的人。可是我刚刚去调资料，日本对中国哦，如果这个资料是对的哈，是刚发表的，10月发表全年资料。日本对中国是逆差是中国赚日本的钱不是日本赚中国的钱日本对中国这个出口1兆7100亿日元，成长2.18%。日本从中国进口是进口2兆4765亿日元哦，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中国赚日本的钱，不是日本赚中国的钱哦，来那个黄大兄，日本跟中国大陆啊，每年大概贸易逆差是350亿美元。美元，中国大陆是顺差，日本是逆差。但是日本很大的生产的市场啊，生产的工厂是在中国大陆所以美国对中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啊，你说要断了，我不觉得会断了但是从这个案件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让老共选择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永远要排第一位，谁只要影响到这个关系，我宁愿我不要赚你的钱。就像美国对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你要对我用关税来整我的掐我的脖子，我宁愿不要你的生意，因为美国占全球贸易的大概占10%，超过1%，13、14左右。那老共你可以看到，跟他对美国有没有受到影响？
当然有受到影响。如果说他跟日本完全两方不往完全不往来的话啊，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对老共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凸显出来，台海两岸的关系是老共排名排第一的一个重要考量啊。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我想，如果说大家还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亚洲会动荡不安，因为真的开起战来，谁都打不起，因为美国一定会介入。美国一定会介入，但是如果在台湾海峡这东海、南海、黄海打起来，那就是世界大战了。这个，我想大家都需要冷静了。这个时候需要冷静来考虑一下。我想台海的安全，当然是我们是最关心的。对台湾而言，我想以前我们一直指的策略就是，我要对美日跟中国大陆，我都采取三边的友好的关系，我不需要压哪一个宝。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压哪一个宝，对，最后受害的一定是台湾。台湾相对于规模，对日本、对老共、对美国，我们都太小了哈。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跟我们没有关系。是美国不是美国在旁边看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后，我相信为了贸易，为了亚洲的安全，一定会收场。这至于怎么收，我们再慢慢看吧。我川普又出来了，来，我要做调人，我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来，佩君。这个如果从观光客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年1到9月份，这个中国大陆到日本去旅游的人次是749万，相当于整体到日本旅游的人将近1/4哦，都是中国人，所以对这个日本的产业，我相信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啊。不过你说高市这个发言之前，他有没有想到事后这个中共可能采取的反应？以他原本的鹰派立场来说，我觉得他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我认为可以解读成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各取所需的立场表态。因为日本在2战之后的这个宪法体制跟自卫队重建，核心概念是在防御2个字上面，而且防御的是日本国土，它不能出兵到境外去干涉其他的冲突。可是呢，在美日安保这个条约的框架之下，美国如果介入西太平洋，就是包括台海地区的话，日本可以提供这个军事设施或者是后勤支援，但是没有承诺会直接的投入自卫队军力，但是它已经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军事同盟介入。所以高市的言论，如果你很仔细的去比较，其实他并没有比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超出更多的企图。那但是差别就是说，这个台湾如果有事的话，日本的反应动作是基于美日安保条例之下配合美军，还是日本政府自己所做出的判断行动？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心知肚明啊，因为这个日美两军在东亚地区介入或不介入这个军事冲突或任何问题，绝对是很密切的合作。你不太可能会看到说日本要美国不要，或者是美国要日本不要这种情况。那高市的发言本来就是在这个台海危机的情境设想上面，我认为跟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追根究底来说，老共本来就反对任何国家讲出这个对台海问题上对中华民国表达友善，或甚至只是保留可能性的评论，他一定跳脚的，过去都这样。所以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话，不管是他讲，或者是美国国务院来讲，中共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那在日本国内的政局里面，其实本来就有两派，一派是希望积极介入国际秩序，让日本有更多的地位跟发言权，但是也有一派是希望独善其身，国际上面这些问题不要去淌浑水的。所以会在国内有一些声音觉得高市把话讲多了的批评，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高市早苗如果对照他过去的这个从政风格，我认为这番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深思熟虑之后各取所需的表现。从这个礼拜五开始，今天开始，每个礼拜五都有人到高市前面去抗议。日本人，但是小规模了。他是一个日本人告诉我是一个长期的。那我觉得说任何事情都是有正有反的。你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了。那固然这样是日本在中国是教训日本来压制不能去，这个不能去，那个观光不去等等。但是我认为也会刺激日本的军国主义又再起来。就我们日本好好做个国家，为什么要受他这样的气呢？我们首相讲的话要把我们头颅砍掉，肮脏的头颅砍掉。你认为如果日本人不会反弹吗？一定会觉得说搞半天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能我们的国军？而且对于年轻一代早已经忘了2战的时候什么原子弹怎么丢什么那个都忘了。为什么南韩可以有核子潜艇？为什么我不能有？
对不对？为什么大陆可以有，我不能有？我日本科学也不比人家差，我好几个诺贝尔奖金得主，最近每一年都有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对日本来讲哈，他一方面高市的民调很高嘛，他也不在乎。哦，对政治人物来讲，那个经济不是重要的。你对赖清德来讲，不开放大陆观光客，一年台湾损失1000亿，1000亿又怎样？我就不给你来啊。他的政治考量超过经济的考量，所以高市一定也是我姿态低，你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民调支持度越来越高，你再一段也不敢不支持我，你赞成我的合作被砍掉吗？哦，而且我认为日本这种他们那种想要什么迈向正常化国家，这种你看好了，这个苗会火是越烧越大，越烧越大，以后一定是这样的。谢谢大家回来。